片风雨飘摇的乱世，淮水主庭以东方淮主与王权八月的相遇开场，宛如一首古老却充满张力的叙事长歌。刘诗诗与张云龙的搭配，恰似静水深流与雷霆霹雳的融合，让人一眼入魂。人妖纷争，家族存亡，一切都在这段7月初7淮水主祀的宿命节点汇聚。影片没有选择缓慢铺垫，而是直接将观众拉入故事漩涡，情感冲突与宿命羁绊同时爆发，引爆观众肾上腺素。东方家主东方淮主由刘诗诗饰演，可谓是她近年来最具突破性的角色塑造。从一位表面温婉实则果决的族长，到在乱世中挺身而出成为平衡者，东方淮主身上既有人的仁爱与理智，又承载了家的责任与牺牲。在每一个决策瞬间，他都走在钢丝之上，却始终不失本心。刘诗诗以极其细腻的演技，把这个角色的多面性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柔中带刚，令人心折。王权八月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，他既是王族继承人，又是妖族眼中的掠夺者。张云龙赋予了他矛盾、冷峻而又克制的气质，尤其在与东方淮主的互动中，展现了极强的情感张力。从一开始的信任危机到后来的并肩作战，他的每一步都像是在命运的边缘跳舞。观众在他身上看到的不仅是权谋，更有救赎的主题，那是属于一个帝王内心最深处的挣扎与觉醒。在淮水主庭中，导演极其巧妙地运用了7月初7这一传统节日作为叙事的核心节点，它不仅象征着人间的七夕佳期，更被赋予了一种宿命的仪式感。在这个特别的夜晚，东方淮主与王权八月在淮水主祀中并肩许下誓言，这一幕仿佛隔绝尘世喧嚣，只剩下2颗真诚跳动的心。镜头中的雨丝缓缓飘落，灯火摇曳生辉，古寺斑驳的石阶仿佛见证了千年轮回，一段亘古之恋正在悄然展开。导演通过色调的处理，把这场戏营造成一幅东方油画，灰蓝的天空，暗红的灯影，淡黄色的佛灯，这些色彩不但强化了时间的凝固感，也隐喻了主角们内心的挣扎与柔情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角色在雨中并肩而立的静默，比任何对白都更具力量。他们的感情是在沉默中酝酿，在困境中升华。这一节奏缓慢却情绪浓烈的场景，仿佛让观众也走进了这座古寺，与他们一同对抗命运的洪流。7月初7不再只是情人节，它成为了2个世界交汇的起点，也预示着未来所有风暴的起源和终点。人妖之争是整部淮水主庭的叙事基石，但导演显然不满足于仅展现打斗与阵营对立，更在其中注入了深刻的文化反思与社会隐喻。从人族对妖族的排斥，到妖族对人类的仇视，一切都源于不了解，而不是本恶。在影片中，一位老僧曾言：妖者，非异类，乃未被理解之人。这句台词引发了观众对标签化的深刻思考。当东方淮主试图打破这种对立时，他遭遇的不只是敌意，更有来自人族内部的指责和背叛。他的坚持仿佛在对抗整个世界，而他的每一次妥协与坚持，都在诠释一个主题：真正的统一来自尊重差异后的融合，而不是以一方为主的压迫。这种设定映射出现代社会种种族群矛盾与身份焦虑，影片用奇幻外壳包裹现实骨架，将寓言叙事推向深层。王权八月那句“你以为你在守护族人，其实你也在复制牢笼”，更是掷地有声的击中现实，不理解的恐惧比刀剑更致命。正因如此，淮水主庭远不只是人妖对战，它是一次文化认知的革命，是一场对抗刻板与偏见的内心战争。当东方淮主与王权八月决定联手重建联盟时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旧仇未了的族群矛盾，更有权力结构崩塌后的真空与混乱。这个重建的过程比推翻旧秩序更难，因为它需要说服、妥协、让步，甚至牺牲。影片没有将重建处理的理想化，而是极其真实地展现出复杂人性。妖族中有激进派不愿与人合作，人族中也有势力妄图借乱扩张。
即便是王权八月，也多次动摇过要不要继续这条艰难的路。而最令人动容的是东方怀主明知前路是火坑，却仍坚定向前，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短期利益，而是后代生存的未来。尤其是在内阁会议一幕中，众人激辩，互相指责，最终怀主以一句若无法信任，我们将永远孤独为敌打动了众人。这种台词不煽情，却足够有力，精准击中当下社会普遍缺乏信任与团结的问题。联盟的建立不是胜利的终点，而是牺牲的起点。每一份合作的背后，都有一部分自我被抛弃，而正是这些让人钦佩又心疼的让步，才构成了和平真正的基石。东方怀主与王权八月的爱情，是整个故事中最柔软却最有力量的线索。它不像典型古偶那样高调炽热，而是一种历经磨难后仍不离不弃的深层情感。这种爱不需要每日表达，却在关键时刻撑起彼此的世界。他们的感情开始于彼此试探，怀主怀疑王权八月的动机，而八月则不信他会真心联手。但随着一场场生死并肩，两人开始明白，对方并不是盟友，而是命运送来的解药。影片最令人心碎的一幕，是八月为救怀主，甘愿一人挡下妖王斩击，而怀主却在战后无声落泪。这种情感不需要台词，全靠眼神与动作来传达，那是我愿意替你承担的深情誓言。他们的爱情不以吻戏为高点，而以并肩而战，相濡以沫为核心。在这乱世之中，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港湾，而观众看着这段感情从疑虑走向坚定，不禁热泪盈眶。最打动人的是，他们不是为了爱情而放弃世界，而是愿意为了世界承担爱情的重压。这是成年人的爱情，是在风雨中撑伞，是在崩溃中守望，是最深最静的陪伴。影片的美术与配乐是淮水主庭得以升华的灵魂所在。从淮水主寺的古典建筑，到妖族世界的神秘暗色系，再到联盟重建后的恢宏宫殿，每一个场景都蕴含浓浓东方意境。配乐方面，采用多种民族乐器融合电子元素，在紧张与宁静间自由切换。尤其是那段东方怀主与王权八月在大殿对峙后合奏的片段，配合彼此低语，仿佛将整部影片的情绪推向巅峰，美得让人屏息。除了两位主角，影片中的配角塑造也极具厚度。无论是妖族少年玄彻的忠诚与牺牲，还是东方家二长老的权谋与悔悟，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工具人，而是带着独特命运轨迹的灵魂。他们的选择与挣扎，构成了整部影片深邃的人性图谱，也强化了主线的张力与真实感。观众不会只记住东方怀主和王权八月，而会为那些曾短暂闪耀的角色感动落泪。淮水主庭不仅讲述了一段人妖对立中的爱情传奇，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、身份认同与群体对抗的深层探讨。在这个快节奏、碎片化的影视环境下，他用缓慢却坚定的节奏，谱写出一段亘古不变的长歌。他告诉我们，不论身处怎样的乱世，只要心中还有爱，还有信任，就还有重建和平与未来的可能。